现在我们的饮食越来越多样化了，但这也导致了高血脂出现。高血脂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疾病，当血脂偏高时，对身体呢是有很大危害的。那今天给大家呢分享3种食物，有助血脂稳定。第一种，山楂。那山楂是很受欢迎的蔬果，酸酸甜甜的，很是开胃。其实山楂呢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，具有软化血管、降低胆固醇的功效。那没事吃点山楂，能让血管更通畅，帮助稳定血脂。第二种，荷叶。荷叶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很多人呢都喜欢喝荷叶茶。荷叶中含有芳香类化合物，能促进身体排毒，清理血管垃圾。所以没事喝点荷叶茶也能帮助降血脂，同时还有减肥瘦身的功效。第三种，焦骨兰。焦骨兰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材，其中含有的皂苷能清理血管垃圾，软化血管，对降胆固醇也有帮助。所以呢，多用焦骨兰泡水喝，也能够预防血脂升高。血脂高的人还要坚持运动，比如跑步、游泳、打太极拳等。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体质，对降血脂有一定作用。大家都知道，血糖高的人应该少吃甜食，但生活中有一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没有甜味儿，却是含糖大户，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。第一种，膨化食品。虽然膨化食品添加的糖类物质比较少，但是含有的淀粉很多。淀粉在体内会被分解成麦芽糖，而且呢能够快速的被人体吸收，这样就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并且呢膨化食品热量比较高，吃多了容易发胖，也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二种，山楂。山楂吃起来比较酸，但是却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尤其一些山楂制品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，这样糖分呢就更高了，如果吃了也会使血糖升高。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那就是苦荞。苦荞属于粗粮，并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物质，能够加速糖类代谢，刺激胰岛细胞活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助控制血糖的人，3种主食尽量少碰，若不当回事，血糖想降下来都难。第一种，煮烂的白粥。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白粥，因为在煮粥的过程中会将大米中的淀粉分解成碳水化合物，这样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二种，面包。现在大部分面包里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分，如果经常吃也容易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尽量不要吃。如果想吃，可以选择全麦面包，不过呢也不可吃多哦。第三种，糯米。糯米很黏，不容易消化，而且糯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，如果吃多了也会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呢尽量也少碰。引起血糖高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睡觉也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。那下面的3种睡法尽量要避免。睡眠时间太长，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因为血糖在凌晨4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间段呢最容易升高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没有及时的吃早餐，那么就会引起血糖混乱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睡眠时间少，其实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引起血糖升高。因为睡眠不足会减少体内的褪黑色素，而褪黑色素和胰岛素分泌有一定关系。如果褪黑色素减少，那么也会影响胰岛素分泌，这样就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开灯睡觉，很多人有开灯睡觉的习惯，开灯睡觉会影响到人的激素水平和神经功能，而且还会导致褪黑色素减少，这样影响睡眠质量，也会使人血糖。自己决定一天血糖好坏。早起坚持2要2不要，有助血糖稳定。要坚持运动，每天早上起床后若能坚持运动半小时，有助提高身体新陈代谢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调控血糖有帮助，能让你血糖保持稳定。要喝1杯白开水。早上起床后要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摄入，可以每天坚持喝1杯白开水，这样有助于稀释血液，加快身体排毒，能避免血糖升高。不要马上运动，如果早上起床后马上运动，这时处于空腹的状态，很容易引起低血糖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不要过度赖床。
因为早上4点到9点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，如果你一直不起床，错过吃早餐的时间，这样就会打乱一天血糖的规律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如果血压高了，通常会有头晕、头痛的情况出现，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。其实除了吃药以外，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，那这样配合用效果会更好哦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，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保持放松，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掌心朝内。然后呢，双手手臂开始甩动，甩到前面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超过肚脐；甩到后面时，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。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。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，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。这样甩手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气血运行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，还能提高抵抗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两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两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。血液粘稠看起来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呢，这都是生活中日积月累的，通常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和哪些习惯有关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了。人是离不开水的，那我们的血液中大部分呢也是水。如果平时喝水太少，体内缺乏水分，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堵塞。第二个，久坐不运动。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会变慢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。第三个，吃的太油腻。一般油腻的食物都是高脂肪、高蛋白的，如果吃的太多，容易引起肥胖，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，如果想要血管健康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呢你尽量改正，改掉一个也是好的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导致呢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第一种是海带。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粘稠是血液垃圾多的一种表现。如果放着不管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体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别忽视了。晨起时头晕，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，大脑不清醒、无精打采的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四肢麻木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血管很容易出现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就可能会引起四肢麻木，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种表现。那当血液粘稠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养血管，可以常吃3种菜。1. 洋葱。洋葱是生活中常吃的一种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前列腺素 A 的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2. 苦瓜。
苦瓜虽然吃起来有点苦，但却含有很多营养元素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苦瓜皂苷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脂肪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3. 茄子，茄子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P 和皂苷，有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，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养护血管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